自 DLSS 诞生至今，评价始终两极分化。但不可否认，本世代硬件想要畅玩虚幻5星游、超分、真身城已经是必备项，连高功耗的台式 PC 都是如此，更别说有严格限制的移动平台。但今天我通过解析一段 SDK 源码，在安卓端实现了 AI 超分加真身城。这是手机原生 800P 画质，这是超分至 2K。这是骁龙8默认流畅度，而这是开启真身城。本期视频，我将从游戏开发者角度聊聊 AI 超分落地手机会引起怎样的蝴蝶效应。嗨，我是阿狸。有很多观众对我的配置优化系列有较高的评价，但我深知局限性在于只能以玩家的视角，通过合理的设置来达到画质与帧数间的平衡。而对于解决更加深层次的优化问题，往往需要站在开发者的视角。为此，我一直在补充对图形学和引擎相关的认知，希望未来能给各位提供类似优化补丁、外置优化工具等能深入底层的救助。而目前最大的瓶颈在于，很难从硬件游戏引擎厂商手中获得非常底层的东西来进行研究。但今天我获得了一笔巨额的技术援助，非常感谢 vivo 毫无保留地提供了 QNSS 的 SDK， 让我在 Unity 引擎中实现了超分以及真身城的全流程研究。而本期视频的主角自然就是搭载 Q3 芯片的 iQOO 15。搭载第5代骁龙8至尊版 SoC 以及自研 Q3 芯片，采用 2K144三星珠峰屏7000毫安时蓝海电池。它的基础跑分、续航、具体配置如下：有意思的是，本次 Q3 芯片支持了 QNSS 超分技术。它的原理非常接近 DLSS 和 XeSS， 不同的是各家的 AI 算法模型是不一样的，导致最终的呈现效果也有所差距。关于 Q3 芯片的详细硬件原理，大家可以去看云飞的这期视频。我个人对它的理解是类似于一个外置史诗级增强版的小黄鸭，抓到视频信息后，通过 Q3 芯片最终合成结果输出到屏幕，所以录屏是没有办法采集超分和真身城的。也请原谅我展示部分用的是平摄和官方截图工具。通过深扒 vivo Game SDK 代码，我发现了 QNSS 的一些有意思的初始设定。首先，它支持带智能状态保存的超分及运动补偿。除人话就是支持热切换。超分等级是有2档，分别从 540P 和 720P 采样。插帧则支持4种状态，覆盖30到72 FPS 范围，同时兼容 2D 和写实风格。PC 玩家可能知道，很多游戏开2倍插帧未必真能翻倍帧数，真身城会额外增加显卡和显存的负荷，在原始帧低、显存告急时，甚至可能会更卡。所以很多补帧教程是让你用核显去开小黄鸭。而 iQOO 是通过外置 Q3 的 SiC 硬件电路实现算法的固化与加速，几乎不损失基础帧。适配难度方面，开发者可以将这套 SDK 集成主流游戏引擎中，渲染管线自动会将当前帧、历史帧、运动质量以及深度信息和抖动信息输出给 Q3 芯片。即使是在 Unity 中导入 PC 级的场景和美术资源，光影没有特别优化的情况下，也没有明显的 bug。而在实际表现上，我给 iQOO 15上的压力是同屏280万面三角形，410万网格顶点。这是 iQOO 15的原生画质，这是 QNSS 超分。我们可
可以看到人物边缘锯齿远景闪帧几乎消失殆尽。如果此次能够录屏的话，大家看到的差异会更加明显。而在真生成的表现上，这是默认的帧数表现，而这是开启插帧。如果满分是10分，你会对 QNSS 的表现打多少分呢？当然，我在开发过程中遇到的唯一优化难点是，因无法提前获取 Q3 芯片处理后的最终画面。当 QNSS 关闭时，如果原本没有支持 UI 离屏渲染的机制，就必须在集成过程中调整渲染架构。说人话就是 UI 有点难适配。大家可以看到，我实际做了这么多版，有的是开启 QNSS UI 会倒立。UI 不倒立，画面就会倒立，要么就是闪烁。反反复复研究折腾了1周，最终解决方案是牺牲一定的 GPU 带宽，将 UI 直接渲染到 3D 场景上。离屏 UI 这块我确实很头疼，但对于游戏大厂来说，这都不是事儿。个人认为，目前对于 QNSS 支持最完美的手游就是全平台手游画质上最令人诟病的就是渲染分辨率低、帧数低、锯齿多、纹理糊。很多手游的实际渲染分辨率只有 800P， 但主流 PC、笔记本玩这些游戏几乎可以无脑 2K、4K。这就让端游和手游完全不像是一个游戏。通过官方截图工具，我们可以看到，在 QNSS 的加持下，不仅是锯齿消失，连材质分辨率都有所加强。虽说 QNSS 增强下比不上 PC 2K、4K 原生，但观感小胜 PC 1080P 低特效的表现还是有的。目前 iQOO 做了一个魔盒，可以在魔盒中开启超分和真生成。现阶段支持 QNSS 超分的应用比较多，支持插帧的比较少。但从我实际跑通这一套超分加真生成的经验来看，大部分游戏想要适配 QNSS 插帧，从技术角度并不难，关键在于 iQOO 会下多大的决心和各大游戏进行商业层面的沟通合作。目前除了少数几款2游对配置需求超模，大部分手游的商业逻辑是尽可能的扑到下沉市场。很多卡牌、放置、回合游戏也不怎么吃帧数和画质，所以个人认为 QNSS 最大的意义并非是轻度游戏，而是在技术迭代成熟后，也许有几率让手机流畅运行 PC 主机上的 3A 大作。从几年前开始，就有很多玩家尝试手机转译运行 3A， 但大部分游戏转译效果到现在都不太理想，所以目前移动端玩 3A 的生态位被 Win 掌机牢牢占据。对开发费动不动就上亿的 3A 来说，现阶段出手机版，要么得花海量的时间、金钱做底层优化，要么赌手机玩家会不会因为卡顿狂刷差评。如果移动端能有一套成熟适配简单的优化方案，那对买断制 3A 就多了一条收入渠道。且从大趋势来看，新生代几乎不怎么用 PC 了。去年过年，我7岁的小侄子送了我一张胡桃的明信片，我问他玩什么，他说玩王者、原神、和平精英，还特别想要试一下黑神话。我特地给他搞了台游戏本，结果他没玩几天就弃了，理由是电脑没有手机好用。最后那台电脑倒是被我哥拿去玩天国拯救。相信我侄儿并非个例，有类似经历的观众呢，请扣一波1。如果未来3A游戏想要获得新生代受众，